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乎健康的惊人现象，降血压药竟然可能变成毒药，比砒霜还危险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吧？许多高血压患者每天按时吃药，但血压还是降不下来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医生紧急警告，有4种看似健康的常见食物，会让降血压药的药效瞬间失灵，甚至反过来危害你的身体。很多人天天都在吃，却浑然不觉地让血压迟迟降不下来。如果不赶快戒口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探讨这4种隐形杀手如何让你的降压药变成毒药，以及应该如何避免这些踩雷的饮食习惯。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，长期血压过高会伤害心脏、脑部和肾脏，引发中风、心肌梗塞等严重并发症。许多人一旦被诊断为高血压，就开始规律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。然而，有些患者发现，即使按时服药，血压依然居高不下。这时往往会怀疑，是不是药没有效了？是不是病情变严重了？其实，在恐慌换药之前，你可能得先检查自己的餐桌，因为某些日常食物会抵消降压药的作用，让药效大打折扣，甚至发生可怕的交互作用，导致药效过强或身体出现危险反应。换句话说，你辛苦吃的药可能正被你自己吃下的食物中和掉，或者药性被扭曲成了对身体有害的东西。听起来像不是事实的巧合，但这是真实存在的医学警讯。我们将一一揭晓是哪4种食物在扮演这样的内鬼角色。首先出场的是许多人认为超级养生的水果葡萄柚，也就是柚子的一种英文，称 grapefruit。 你也许想不到，这酸甜多汁、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竟然是降血压药的头号劲敌，甚至有医生称它是降压药的毒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里有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发现。话说在1989年，加拿大的药理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，他们本想测试酒精对降血压药的影响，于是让受试者服用降血压药并喝下一种混合汁以掩盖酒精的味道。这混合汁里就有葡萄柚汁，结果试验出乎意料，受试者的血压出现剧烈变化，甚至一度降得太低，让研究人员大为震惊。他们追查原因，发现罪魁祸首不是酒精，而是葡萄柚。原来葡萄柚中含有一类特殊的植物化合物，叫做呋喃香豆素。这种物质就像一个潜伏的黑客，潜入我们肝脏中的药物代谢系统，封锁了一种重要的酵素 CYP3A4 酵素。平时我们吃下药物后，这种酵素负责慢慢分解药物，让药效稳定持续，最终排出体外。然而葡萄柚中的成分会抑制酵素的作用，相当于把肝脏代谢药物的门锁上了。结果会怎样？药物无法正常分解，大量累积在体内。本来正常剂量是治病的，但一下子浓度变得过高，治病的药变成了伤身的毒。这时降血压药的作用被大幅增强，血压可能直线下降，引起头晕、心悸，严重时甚至会休克晕倒。这种效果难道不像中了毒吗？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药物浓度过高还可能带来其他副作用，例如某些降压药剂量过大会伤害肝肾或引发心律不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医学界曾报道，有患者因为服药期间天天喝葡萄柚汁，结果药效过强，出现严重低血压，被送急诊。幸运的是，及时救治才脱险。这件事传出后，许多医师和药师开始不断强调，服用降血压药时，千万避免葡萄柚或葡萄柚汁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错开时间吃不就好了？早餐吃药，中午喝葡萄柚汁行不行？很遗憾，恐怕不行。葡萄柚的影响并非昙花一现。有研究发现，一杯约250毫升的葡萄柚汁就能让它的酵素抑制作用持续长达2到3天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间隔几个小时再吃药，体内酵素仍然被葡萄柚牵制着，药物代谢可能还是无法顺利进行。这就像肝脏里的分解工厂被工人罢工停产了好几天，药物源源不绝送进来，却无处加工，只好堆积成山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一旦你持续服药，体内药物浓度一波接一波往上叠，加剧危险。听起来是不是比砒霜还吓人？毕竟砒霜谁都不会随便去碰，
可葡萄柚可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水果呢。葡萄柚的危害在于它伪装得太好，让人防不胜防，所以医生才警告我们，服药期间最好完全避免食用葡萄柚和柚子，哪怕只是偶一为之，也要非常谨慎。曾有人建议，至少应该间隔2-3天以上才比较安全的吃柚子，但最稳妥的做法还是吃药期间敬而远之为妙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不止葡萄柚，像柳丁、橘子等柑橘类水果也含有类似成分，只是含量没那么高。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很多医生干脆建议高血压患者少吃这类水果，或至少不要跟药物同时摄取。当然，一般日常吃1-2片柳橙倒不至于有剧烈影响，只是葡萄柚特别突出而已。总之，葡萄柚排第1名，当之无愧是降压药的隐形毒药，善良如它，却能让好药变坏事，千万小心。接下来这号角色，乍看之下没有葡萄柚那么危险，它甚至是一种传统美食。不少人早餐喜欢来碗清粥，配一块豆腐乳，也叫腐乳，民间俗称乳腐。别看它块头小小，还散发着独特的香醇，是下饭的好帮手。很多长辈都认为豆腐乳是发酵食品，和乳酸菌饮料一样，对胃口和健康有益呢。但你是否想过，就是这么一小方块，看似健康的佐餐食品，却可能让你的降血压药白吃了。豆腐乳的问题在哪？2个字，食盐。对，就是平平无奇的盐巴。豆腐乳在制作时需要大量的盐来腌制和防腐。你知道一块小小的豆腐乳含有多少盐吗？根据食品检验资料，市面上的豆腐乳含盐量往往不低于每100公克 6.5 公克的盐，有的传统品种甚至高达 15% 以上。换算一下，如果你吃一小块约10公克的豆腐乳，可能就摄取了 0.6 到1公克左右的盐。这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每天吃一块，1周下来额外增加将近5到7公克的盐摄入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取量不要超过5公克，以免增加高血压风险。也就是说，一块小小的豆腐乳就可能占据你每日盐容许量的 20% 左右。如果你早上吃粥配豆腐乳，中午晚餐又吃其他咸菜，酱料当天的总盐分铁定超标许多倍。盐摄取过多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简单来说，体内钠离子过多会导致水分滞留，就像海绵遇盐水会吸水肿胀，我们身体多余的钠会让血管中的水分增加，血液量变多，压力随之上升。因此，再厉害的降压药也抵挡不住你体内此起彼伏的钠洪水。降压药一方面努力想扩张血管，排出钠水降低血压，可另一边厢你不停摄入盐分，血压很难真正降下来。特别是许多降压药本身就是透过排出钠和水来达到降压效果，比如利尿剂类降压药。但如果你吃药同时猛补盐分，药物根本来不及把这些钠排出去，血压自然居高不下。这就好比药物在帮你往外舀水，你却源源不断往船里灌水，怎能不沉船？更有甚者，高盐饮食不仅让降压药效果打折，长期下来还会伤害血管，使血压问题恶化。科学研究早已证实，高盐饮食是高血压的主要诱因之一。在没有药物的远古时代，人们从食物中获得的盐很少，高血压几乎是罕见病。而现代加工食品和调味的泛滥，让人们很容易摄盐超标，导致高血压盛行。豆腐乳就是高盐食物的一个典型代表。它的危险在于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么一小块东西盐分竟然如此惊人。有人每天早餐习惯性来一块豆腐乳，美其名曰增进食欲，补充发酵食品的营养，却不知道这每天一小口可能正是血压久降不下的原因之一。医生们提醒，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控制盐分摄取，任何腌制食品都要节制，不只是豆腐乳，像酱菜、榨菜、泡菜、咸鱼、腊肉、酱油、豆瓣酱等调味品都是高钠雷区，一不小心吃多了，就等于和自己的降压药作对。曾经有位老先生吃降压药很多年，但血压一直降得不好。医生仔细询问生活习惯，才发现他嗜好各种腌制小菜，餐餐离不开。在医生建议下，他严格控盐，少吃这些东西，结果血压获得了明显改善。可见药再好，
也需要良好的饮食配合。如果我们一边吃药，一边又高盐高钠饮食，无异于开车踩油门的同时又踩着刹车，难怪原地打转，甚至烧坏引擎。总之，豆腐乳等高盐食物是降压药效的大敌，千万别因为它们好吃下饭就放纵无度，特别是年长者，更要警惕这些传统美食背后隐藏的高血压风险。如果真的难以割舍豆腐乳的美味，那就记住浅尝即止，一天最多半块或一小块解解馋，而且当天其他餐饮就要尽量清淡无盐，替自己的血压留点余地吧。接下来这个让人惊讶的隐形杀手，居然是我们从小被教导有营养好吸收的东西——牛奶。牛奶不是公认的健康饮品吗？富含钙质和蛋白质，强健骨骼，对成长和老年骨质疏松都有好处啊，怎么会跟降血压药过不去呢？这里要讲的可不是牛奶本身有多坏，而是服药方式和生理反应产生的巧妙矛盾。许多人吃药时喜欢用牛奶送服，觉得牛奶可以保护胃，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。同时，高血压患者往往也重视补钙，喝牛奶成了习惯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牛奶中的高钙和高蛋白恰恰可能干扰某些药物的吸收。举个例子，牛奶含有丰富的钙离子，当我们用牛奶送服药物时，钙离子会和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结合成不易溶解的复合物，就像药被钙拦腰抱住，无法通过肠壁进入血液。这种现象在某些抗生素如四环素类药物中尤为明显，但降压药也可能受到影响。结果是什么？药片照吃，但药效没完全被身体吸收，就这么随着肠胃蠕动被排出去了，等于药白吃了一大半，血压自然降不下来。除了钙以外，牛奶中的蛋白质也可能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途径。有些降压药吃下去后，要经肝脏代谢分解，牛奶富含的营养会让胃排空速度变慢，或者改变肠胃环境，使药物吸收延迟甚至减少，导致药效达不到预期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牛奶中含有一种天然物质酪氨，即酪氨酸的胺类代谢物。平常我们喝牛奶没什么感觉，是因为人体内有单胺氧化酶 MAO 帮助分解这类胺类物质。然而，有某些降压药，特别是过去治疗高血压的老牌药物，或是部分抗忧郁药，虽然现在少用了，会抑制体内的单胺氧化酶。一旦这种酵素被药物抑制，牛奶里的酪氨就无法被及时分解，在体内大量蓄积。酪氨的性质有点类似兴奋剂，它会促进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。结果本来吃药是为了降血压，但如果同时大量喝牛奶，体内酪氨堆积，反而引发血压飙升和心律紊乱，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高血压危象。听起来很荒唐吧？降压药加牛奶，理应是健康二重奏，却可能变成让血压更高的不协调噪音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正常喝牛奶就会把人血压喝出问题，这种剧烈反应往往发生在特定药物，例如老一代单胺氧化酶抑制剂，加上大量高酪氨食物共同作用的情况。但它至少提醒我们，服药时期喝牛奶应该特别小心。综合以上几点，医师建议高血压患者在服药的前后2小时内，最好避免饮用牛奶或含乳制品的饮料，特别是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物，最好用温开水送药，这样最安全。等药物吸收差不多了，再喝牛奶补钙也不迟。其实不光是牛奶，包含高钙的乳制品，比如优格、起司或者含铁质的补充品，都可能和药物产生类似的螯合作用，使药效降低。所以服药时段，白开水是黄金搭档，千万别贪一时舒服，用果汁、牛奶、茶或咖啡送药，这些饮品都会多多少少影响药物吸收或代谢。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细节，导致药效不佳，还怪药不好。其实只要改用清水服药，往往效果就显著改善了。另外，高血压患者平时饮食中摄取牛奶也要合理规划。牛奶并非禁忌之物，高血压病人不是不能喝，而是要适量且避开服药高峰。每天一杯牛奶提供钙质无可厚非，但如果你一天3餐都离不开牛奶甚至奶昔等，那就有点过量，可能干扰药物控制血压。总之，把牛奶当成营养补充可以，
但千万别把它当水一直灌，更不要在吃药时和牛奶形影不离，善用牛奶的好处，同时避开它对药物的拆台，才能两全其美。最后压轴登场的是许多人心目中既浪漫又健康的一样东西——红酒。适量喝红酒有益心脏健康，这种说法你一定听过吧？所谓法国悖论指出，法国人喜欢喝红酒，心脏病发生率却不高。于是红酒里的白藜、芦醇等抗氧化成分被认为是心血管的保护神。不少国人也养成每天喝1小杯红酒的习惯，觉得能活血化瘀、软化血管。但对不起，这里要大声说，高血压患者千万别把红酒当成养生妙方。尤其在服用降压药期间，喝酒的行为犹如火上浇油，对血压控制非常不利。我们先从酒精对血压的影响说起。酒精、乙醇进入血液后，最直接的作用是让血管扩张，这就是为什么喝酒脸红、身体觉得热，是血管扩张、皮肤血流增加的表现。对高血压患者而言，血管扩张听起来是好事，因为血压会暂时下降。然而，酒精的作用是短暂而不受控的。当酒精代谢完后，身体可能进入一种反弹状态，引起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，血压随后报复性升高。所以饮酒常常让血压高高低低波动，而不是稳定下降。长期酗酒更是公认会导致慢性高血压，因为酒精会干扰肾上腺素等荷尔蒙的调节，使血压调控机制失衡。此外，酒精还有热量，容易造成体重增加和脂肪肝，进一步提高血压风险。说白了，酒对血压的坏处远大于那一点点红酒带来的好处。那红酒和降压药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里头有2层问题。一来，酒精会增强某些降压药的作用，比如有些降压药是血管扩张剂或阿尔法阻断剂，酒精本来就让血管放松，再和药物联手，可能让血压骤降的厉害，出现严重的低血压症状。有人形容降压药配上酒，就像2个加速器一起踩，瞬间血压直直往下掉，人会觉得头重脚轻、天旋地转，甚至晕倒受伤。特别是在站起来或者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，血压不够，大脑短暂缺血，人就黑蒙了。这种危险对老人家威胁更大，轻则摔伤骨折，重则可能脑部供血不足，引发中风。二来，酒精会干扰药物的代谢和排泄。我们的肝脏就像个忙碌的化工厂，同时负责处理酒和药。当你又喝酒又吃药时，肝脏优先分解酒精，因为酒精对身体是异物且有毒性，需要先排解。这时，药物就被搁置在一旁，等着肝脏慢慢处理。结果可能导致药效不足，因为药物没被及时激活或吸收，也可能导致药物蓄积，因为代谢变慢。更麻烦的是，一些降压药本身也需要酵素来分解，酒精跟药物还竞争同一种酵素。拿常用的钙离子阻断剂来说，如氨氯地平、非洛地平，它们含酒精都由肝脏的 CYP 酵素处理。如果你喝酒，这些酵素忙着代谢乙醇，降压药的代谢就减慢，血中药物浓度可能更高，更容易出现低血压或其他副作用。同时，某些降压药，如中枢型药物或贝塔阻断剂，配酒还可能加重嗜睡、头晕等反应，危及行车和机械操作安全。红酒作为酒精饮品的一种，含约 12% 酒精，不要以为度数不高就没事。再加上红酒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多喝几杯，因为口感好，气氛使然。对正在服药的人，这其实相当危险。医师通常严格建议，服降血压药期间应避免饮酒，包括红酒在内。一旦真的需要应酬喝上2杯，也要事先询问医生，看自己的药跟酒会不会有严重交互作用，并控制在少量。另外，不少人误以为我把药提前吃，隔几个小时再喝酒就没关系。事实上，就像前面葡萄柚的例子那样，有些药物和酒精的交互作用也能拖上一段时间，而且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没有绝对安全的间隔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是能不喝就不喝。如果实在推不掉，务必量力而为。比如红酒浅酌1小杯已经是极限，而且千万别空腹饮酒，空腹更容易酒精猛吸收，导致血压波动。
喝酒时也该有亲友在旁留意状态，以防血压骤变出问题。喝完酒更不能再追加吃降压药来弥补，否则药酒同作用，在半夜可能出大乱子。总之，红酒也好，白酒、啤酒也罢，只要是酒类，对高血压和药物控制都有百害而无一利。那些传说中红酒对心脏好的效果，其实可以透过吃葡萄、莓果等方式获得类似的抗氧化功效，而不需要承受酒精的副作用。对于高血压患者，戒酒或限酒就是保护心血管的一大良策，别让微醺的享受变成血压失控的梦魇。讲到这里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这4种让降压药失效甚至变危险的饮食地雷：葡萄柚、豆腐乳、牛奶、红酒。它们有的看起来营养丰富，有的深受传统喜爱，有的适量本来对健康有益，但在高血压病人的餐桌上却可能暗藏杀机。我们可以把这些食物想象成隐形的内鬼，潜伏在你每日的饮食中，偷偷扰乱降压药的工作。也许你每天都是好心想养生，却不料好心办了坏事。葡萄柚汁补充维 C， 却让药效变毒效；豆腐乳增进食欲，却让盐分抵消药力；牛奶补钙，却降低药物吸收；红酒活血，却搞得血压震荡。听上去真是充满讽刺，但这正是健康管理中细节决定成败的例子。别忘了，高血压的控制是一门综合功课，药物、饮食和生活习惯都缺一不可。光指望药丸子降压，而无视饮食禁忌，那结果往往事倍功半。除了我们今天详述的4种，还有一些东西高血压患者也要注意。例如高盐的任何食物，我们提过要严格限量；高咖啡因的饮料、浓茶、浓咖啡可能暂时使血压上升或心跳加快，服药后不宜马上大量喝。甘草成分的中药或零食，如甘草干、川贝、枇杷膏等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，要慎用。甚至香蕉等高钾食物在某些降压药，像 ACE 抑制剂或保钾利尿剂作用下也得适度，以免体内钾离子太多影响心脏。不过细节虽多，只要记住一个原则：任何与药物可能互相影响的食物都尽量错开或避免。拿到新的药时，可以仔细阅读说明书，或向医生药师请教有哪些饮食禁忌。有些药特别标明了不能和某种果汁同服，不能与酒精并用等等，一定要遵照，千万别心存侥幸，觉得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吧。也许1次2次没出事，但长期下来，小问题终会变成大毛病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面对高血压这个终身的挑战，良好的生活方式才是基石。降压药是重要的武器，但武器需要正确使用和维护。我们应该配合低盐均衡的饮食，多吃新鲜蔬果，当然避开会影响药效的那些适度运动，维持健康体重，戒烟限酒，如此双管齐下，才能真正把血压稳稳控制住。想象一下，未来某天你回诊，医生惊喜地发现你的血压控制得很好，也许还能减少药量，那种成就感远胜过口腹之欲带来的一时愉快啊！反之，如果我们漠视这些细节，任由不良饮食习惯牵制药效，就等于自己跟自己的健康作对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敲响警钟，不要让药品里的救命药因一口食物而变成害命的毒。从现在开始，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清单吧。那些让降血压药失效的隐形杀手，是不是潜伏在你每天的菜单中呢？赶紧揪出它们，远离它们，给你的药物一个发挥正面效力的机会。毕竟健康来之不易，千万别被一颗葡萄柚、一块豆腐乳、一杯牛奶或一杯红酒给阴了。让我们聪明用药，聪明吃饭，早日把血压稳稳降下来，远离中风和心脏病的威胁。记住医生的紧急警告，戒掉这4种健康食物在服药期间的不当摄取，别再让好药变毒药。守护健康，就从餐桌上的小改变开始。今天就行动吧！祝愿大家都能稳控血压，健健康康。